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大米饭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主食，虽然北方人以面食为主，但也经常会吃一两顿米饭。米饭细软香甜，营养丰富，搭配上一盘下饭菜，我能吃3碗。北方人不经常吃米饭，对蒸米饭并不在行。就算是天天吃米饭的南方人，也不一定蒸得好。好在科技以人为本，先进的厨具帮了我们大忙。有了电饭煲，只要把大米放进去，加入对应量的水就行了，半个小时米饭就做好了。虽然用电饭煲蒸美饭很方便，但由于不同的大米吸水性不同，所以有人用电饭煲蒸米饭，时而加生，时而太稀，并不好吃。想要米饭香软可口，就需要掌握一些技巧。不少人蒸的米饭不好，就怀疑是大米的问题。其实我们自己买的米比饭店里的米好得多。为什么饭店里的米饭那么好吃呢？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蒸米饭的技巧，保证颗粒分明、晶莹剔透、细软香甜，非常好吃。自家房顶种的大米，根据人口数量取出，放入盆中。首先，我们来清洗大米，加入多一些的黄河水，没过大米。我们开始淘洗大米。蒸米饭常犯的一个错误，米淘洗很多遍，很多人淘米时一淘就是4、5遍，连搓带洗，恨不得给大米去层皮。这种做法是十分不可取的，容易造成水溶性营养素流失。而正确的做法是，首先洗米是必要的，但不能过度。淘米过程中不需要流水冲洗，在盆里用手搅动至清水清洗，去除较为明显的杂质即可。简单轻柔的洗1到2次就好。即使是淘洗，存放时间较长的陈米，淘洗次数也最好不要超过3次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将淘米水倒出来了。很多人呢都会习惯性的将淘米水倒掉，其实看似平平无奇的淘米水，它的用途可真的是太多了。妙用1：浇花。它是经过淘洗米之后留下来的水，在这一些水当中会残留下大米的一些微量元素，比如说钙、磷等等。使用它来浇花，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效果。而且淘米水在处理完善之后呢，它是属于酸性水之一，长时间使用还有着调节土壤酸碱性的效果，而且大部分花卉都适用。妙用2：清洁蔬果。碗碟。因为淘米水呈弱酸性，所以用它清洗蔬果，可以分解水果蔬菜上的农药残留，然后呢，再用清水清洗干净，这样的水果吃起来更健康。用洗面水洗碗碟，能够有效的清洗干净表面的油污。淘米水呈酸性，它的水分子可以很好的分离油污。最重要的是，淘米水不含任何添加剂，既省钱又健康。妙用3：它还可以清洗买回来的肉类或海鲜。腥味很重的食材，只需要在洗米水中加一点盐，就可以把它们的腥味稍微给去除掉，使食材烹饪起来更鲜美。妙用4：去铁锈、洁白衣物等等，好处真的是太多了。有需要的朋友真的可以了解一下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言归正传，这会加入多一些的长江水。我们来淘洗第2遍。清洗第2遍的时候，同样用手轻柔的搓洗，然后呢，再倒出淘米水就可以了。时间不宜过长，很多人做完这个步骤，急急的加水就去上锅蒸了，这是不对的。想要米饭松软香甜，还得多加这3样。第一，加少许的灵魂毛毛盐。加食盐是为了提高大米的筋性，激发出大米中的香味，这样做出来的米饭口感劲道不发粘，又香又有嚼劲。第二是加家中的白米醋。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，酸性物质，遇到淀粉可以使大米更加的蓬松，从而使大米吃着更松软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天气太热时，醋呢还可以防止米变松，从而增长大米的保存时间。
但是蒸大米时，醋不要加得过多，1斤米放2到3滴白醋即可。而且呢，大家也不用担心蒸出来的大米呢会有酸味，因为高温下醋中的醋酸就会在大米蒸熟的过程中全部挥发掉了。第3就是猪油了，想要米饭蒸的透亮有光泽，而且还有丝丝的香味，就少不了熟的猪油了。因为猪油可以使大米变得更亮，而且呢还能增加大米的香味，从而使蒸熟的米饭更好吃。但是不可以放味道过重的油，油也不要放得过多，否则呢会使米饭吃着过于腻口。充分的搅拌均匀后，接下来就可以加水了。蒸米饭加水是关键的一步，如果水加多了，那么米饭就会很稀；如果水加少了，那么米饭就会加生。不同的大米吸水性不一样，所以并不能按照电饭煲的标准来操作。估计不准确时，我们不妨用手指做尺，先用手指测量米的深度。如果大米是2个骨节，那么水则是1个骨节。记住这个比例，只要煮过1次，那么第2次就有经验了。第2次吸水性低就少加一点，吸水性高就多加一点就行。接下来就可以蒸米饭了，一般半小时就蒸好了，只要按下家里电饭煲正常煮饭键即可。不过不同的是，蒸好之后呢，不要立马开盖，能够焖上5到10分钟再吃，这时的米饭口感最好，口感会更为松软，而且呢，也更适于肠胃不好的人群食用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，万分感谢您了。用这个方法蒸的米饭颗粒分明，香软可口，不腥也不硬。其实蒸出好吃的米饭很简单，记住多加3样，多做2步就行了。多做2步就是记得测量水量，精准用量。再就是米饭蒸好之后焖一会，米饭颗粒饱满，粒粒分明。再加上那3样，味道呢都会有很大的提升。不信的话，大家可以试一试，相信您会有收获的。就连平时不爱吃主食的小朋友，都喊着吃第2碗呢，光吃米饭都觉得特别带劲，一次能吃上2碗都不腻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着做一下，这几个煮饭的窍门可要记住喽。觉得有用就收藏支持一下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